你们还没有互相正式介绍呢吧？啊，要互相了解一下嘛。啊，怎么办？小陈呐，你先说吧。我博士毕业，平时在研究所工作。啊，学什么的？学化学的。我是配音演员。哦，配音演员啊，配音演员这个职业好啊。不然你给我一个微信或者手机号，我加你，我们交个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到国内，还没来得及买国内号码。那这样吧，我把我的家里的电话号码、手机号码、微信、邮箱和家庭住址都告诉你，这样你什么时候想找我，随时随地就都可以找到我。哎，是，你大哥呀，忽然开窍了。是开窍啦，您赶紧吃吧，老太太，您再不动筷子，大家都饿了。对了，快吃，都吃啊，姑娘吃，都吃吧。你也吃啊，外婆吃。好，来，外婆。哎呦，谢谢。外婆。哎，好，都吃啊。都睡了？都睡了。为什么记着机场说的话呀？记性好。你都不会骗我吗？为什么要骗你啊？就说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很特别之类的。这个是事实，我干嘛骗你啊？你怎么进门不敲门啊？我能睡你们房间吗？刚才外面有奇怪的声音。不能睡我们房间。我怕黑。怕黑也不能睡我们房间，你自己睡吧。我真不是装的。好了，你们兄弟俩睡这儿，我出去睡。谢谢。睡觉。以后暑假和寒假加起来，只能来我家1周啊。啊？寒假短，没问题。暑假时间长，1个星期太短了。平时节假日不许来。那周末呢？不许来。那病假呢？大哥，我其实心里难受，没人说。想哭就哭吧。
外婆，哎，这么晚了，外面冷，你开窗做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身体不好，哎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你看，今晚的月亮，这让我想起了你和小川出生的那天。生双胞胎不易呀，你妈妈在产房里啊待了1夜，我呢在产房外面呢，整整守了1夜。外婆，冷，我陪你回床上聊吧。哎，好，好。外婆，我就在这儿，您睡着了，我再走。赵胜文呢，是个好人啊，到走了都没说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的爸爸虽非亲生。生死，亲生你早知道？早就知道了。那你早该告诉我嘛。有的人就喜欢在自己在乎的人面前留下最好的印象、最优的人品、学识或者家庭嘛。我父亲再婚之后，直到病逝，都一直跟我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跟秦婉之间的婚姻有名无实。我现在好像更能理解你为什么和家里人关系疏远了。这些都影响不了我，我只是担心你会觉得这个家里太过于复杂了。傻瓜，我在乎的只有你一个。别送了，家里的事儿能商量就商量。你妈妈是个讲道理的人啊。十一，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去吧。你们技术不过关，产能上不来，还想让我付全款？做梦！我找人打听了，你们早投产了，用的就是我们的技术，用了为什么不给钱？
你怎么敢说我用的是你们的技术？老师，中国只有你们一家做这个吗？怎么回事？不是我们的事儿，隔壁实验室和他们的合作方闹矛盾了，他们嘴笨，我跟杜玉就是帮他们吵架。帮着吵架？啊，他们欺负人，明明用的是我们的技术，就是不肯给钱，还各种找理由。怎么样，无话可说了吧？让我付钱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好，你谁啊？我们周生老师。哦，你是他们领导？哦，我跟他们就是同事关系。这年纪轻轻的就叫老师，很容易浮躁。你们这的人，浮躁，都很浮躁。技术不过关呢，就承认不丢人，丢人的是做不出东西来，还管我要钱。我今天来是尊重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，日后解约的事情，找我律师谈。给我一份相关的资料吧。老师，不用看了，我特意找我爸查的，这家就是流氓，彻头彻尾的流氓。这边闹解约，那边早就用我们的技术投产了。明天我和新能源部门负责人开个会，回头我再找你。难得进你在家聊那边的事。不是那边的事，和研究所有关。是隔壁实验室的人，他们去年给一个锂原料的企业做技术顾问，现在对方想要单方面毁约，还不肯给钱。所以，你帮他们找梅行打官司？这个官司取证非常困难，耗的时间也长，还需要找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辅助鉴定。无论是精力和时间方面，消耗的都太多了。梅行不建议打官司。那就这么算了。我们找了一个中和的办法。什么？我们有几个新能源的产业园，现在新能源部门正好要做计划，想要收购一批小原料的生产企业。他的助手明天就会跟新能源部门的人实地考察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纳入购买计划了。这样不仅满足了我们的采购需求，也可以让这件事更加合理的被调查一下。虽然他们被我们买下来，但我们不会偏向他们的。我知道你不会。你尝一款，甜的，甜吧？哎，你又来这里干嘛？那个周生教授在吗？我们老师正忙着呢，没空。哎，我就说两句话。哎，您好。哎，这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周生教授，我们呢一直想跟那新能源产业园合作，托了很多关系，想见他们那负责人，哎，都没见着。哎，昨天他们的法务部首席助理居然来找我。哎呦，周生教授，您真是我的福星贵人，我都不知道您跟他们法务部老大是朋友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要不是昨天他们说，我都不知道是托了您的福。哦，我跟财务说了，今天打款，马上到账。不解约啊？怎么会解约呢？这不可能解约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哦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？赏个脸，我请您吃个饭。不用了，我不喜欢应酬。我呀是最欣赏那些最新科研、不应酬的人。那您看，您在不忙的时候，帮我替梅大律师带个好。好。哎，那我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对，不用送。哎，老师，他说的是你前2天提的律师朋友吧？对，有名的大律师。哇，牛人的朋友都是牛人，亘古不变的定律啊！这人也不去查查你是谁。哎，不过查了也没用，他又看不懂。做事吧。
哦，呸！我刚才在电梯间里听说，您夫人还是个名人。哎呦，这真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啊！失敬，实在是太失敬了。哎，我们实验楼不是有潜在人等进门登记制度吗？有啊，我们是重点实验室啊，想进就进啊。机敏丢了谁负责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马上走，不打扰各位科学家研究。真走，再见。周深老师，多亏了您的律师朋友，要不然啊，我们几个月都白忙活了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给您加的菜。哇，谢谢啊。我们应该谢谢您才是啊。对，下午我们有点下午茶，我们请。不用了，没事儿，我们都点好了。那我们不打扰你们，你们先走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师，拜拜。西安的实验室筹建的已经差不多了，你们2个人提前过去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完全没问题啊。我也没问题，中秋回家一趟，陪父母吃顿饭就行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老师，师娘的工作室在上海，而您在西安，那以后怎么维系感情啊？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用刻意的维系。现在是不错，那以后呢？长年累月分居两地，很难不出问题的。万一，我是指万一出现了强大的追求者之类的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他的追求者好像从来都没有断过。那您不吃醋啊？会不舒服吧，但问题不大。那应该也要想个办法解决啊。他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机会。老师，说实话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吃醋吃得如此淡定、冷静的人，佩服佩服。石老师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缺点，所以追求者多，这是常态。面对常态呢，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上策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啊。石玉小姐，请问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我喜欢科学家，尤其是研究金星的人。为什么要是研究金星的人呢？因为特别。哪里特别啊？临近的行星里，只有在金星上能看到真正的日出西方、日落东方。它这么特别，研究它的人一定更特别。石玉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抄牌了，谢谢辛苦。哎，小陈，这是你太太吧？我好像在大门口见过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家师娘。是吗？我们师娘还很优秀呢。哎呀，你年轻有为，太太呢多才多艺，你们可真是般配呀！接着吃。好。